美军被俄乌冲突震撼，与中国的冲突可能漫长而残酷，但是美军没有做好准备。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强少。最近几十年来，美军在海外打的几场现代局部战争可以说是顺风顺水，只有在阿富汗的反恐战争中吃了大亏，漫长而艰苦。但是，当美军看到俄乌两军鏖战数月之后，被未来大国战争的残酷预期所震撼，因为美军真的没有做好准备。美国岩石上战争网站最近发表了美军退役陆军上校，也是兰德智库的研究员大卫·约翰逊的文章。约翰逊在文章中称，高科技的美国军队在面对中国或者俄罗斯的战争中会表现如何呢？正在进行的俄乌战争可能会提供一些答案。他认为这里面有两个特别重要的警示：第一，相信未来的战争将是短暂的、决定性的；第二，现代战争的复杂性需要专业力量。如果美国军队相信战争是短暂的，那么就会认为只有在战争开始时或者是战争前期可用的那些部队才是真的有用。如果是这么认为，那么这将在未来的大国战争中吃大亏。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显示了什么？从俄乌冲突中得出的一个首要的观察结果是，现代作战行动可能不一定很短。尽管这场战争持续了还不到5个月，但是以相对平等的对手之间任何大规模的冲突标准来看，这场战争仍然是短暂的。这表明美军需要从根本上重新审视的是，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所认为的新战争的方式是否合适。由一流专业人员掌握压倒性的美国高科技军力，发动势不可挡的进攻，使战争短暂果断，并以最小的伤亡完成。而现在，美国军人正在目睹一场磨人的消耗战。乌克兰的一位将军曾经告诉美国广播公司，他的军队在顿巴斯的激烈战斗中每天有1000人伤亡，平均每天有200至500人在战斗中丧生。乌克兰方面称，从冲突开始到6月27日，35000名俄罗斯人被杀，还有更多的人受伤。保守的数字认为，俄军至少有5000人死亡，亲俄民兵死亡超过2万人。不管这些数据有多少水分，但是都能证明战争的惨烈。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在合并那些消耗殆尽的部队，恢复训练不太好的后备部队。如果战争持续下去，他们肯定会考虑征兵。在高强度的持久战中，持续的高水平的物资浪费和对弹药的无尽需求也是令人生畏的挑战。美军过去非常傲慢，认为发生在俄罗斯军队身上的事儿不会发生在美军身上。他们主要研究的方向是如何决定性地赢得第一场战斗。作者认为，这是一种傲慢和否认的有毒混合物，不仅可能导致第一场战斗的失败，而且可能导致战争的彻底失败。在面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时，如果美国不能在战斗中保持足够的兵力，那么战争可能就会旷日持久，也可能首战就成了唯一的一场战斗。如果是旷日持久，美军可能对接下来发生的战争根本就没有做好准备。如果是唯一的战斗，这意味着美军将在第一场战斗中因为准备不足而彻底失败。美军面临的最根本的问题是，在大量人员流失后，无法让部队继续战斗，无法迅速替换大量的伤亡人员，这是美国所有志愿职业军人的致命弱点。美国在征兵方面就没有面对大规模人员伤亡的准备，因此作者建议美国国防部需要采取措施，减少大规模伤亡的可能性。比如，美军需要放弃整建制轮换部署的机制，重新建立个人更换系统和分成部队准备。个人替代模式使美国陆军能够保持部队的战斗力。在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中，各个营会像在乌克兰那样被摧毁。部队的人员配备、训练和装备能力很快就会落后于战争的要求。他认为，只有采取新的机制，才能将替换人员送到最需要的地方去。美军的战斗医疗护理的重点应该是让士兵尽快的返回战场，而不是直接治疗后回家休养。美国军方还需要面对2个现实：首先，他的能力远远不足以应对俄乌冲突任何一方的伤亡人数；其次，在一个重大的防空威胁的环境中，
通过空中疏散很可能是不可能的。对于过分依赖直升机的美国陆军来讲，如果没有直升机可用，那么他们是否做好了准备呢？最后，美国人应该接受这样一个现实：俄罗斯武器系统的远程打击能力可以造成大规模的伤亡，而俄罗斯的火力与解放军相比还差得远。那么美军又如何面对解放军陆军的打击呢？总体来看，美军仍然没有为一场势均力敌的大国战争做好准备，甚至在面对对手第一击失败时，美军可能就无法适应接下来的局面了，这将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为了避免这样的后果，美军最好的办法或许就是不与中国这样的大国发生战争，因为这样的战争不可能几天就结束，而造成的伤亡也不是美军所能够承受的。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